Hello，大家好。整个市场现在可以说是屏息以待，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联准会，也就是 Fed，马上就要做出一个关键的决策了。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分析一下，在倒数计时的此刻，市场到底在想什么，又可能会怎么走。好，我们直接切入重点，先来看一个数字。你没看错，96.1%。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根据 CME Fed Watch 这个工具的预测，市场认为明天 FOMC 会议后，联准会宣布降息1码，也就是25个基点的几率就是这么高，可以说这几乎是100%确定的事了。那问题就来了，既然降息几乎是板上钉钉，照理说市场应该要一片欢腾了吧？可是你看，像比特币这些资产的价格，却好像被黏住一样，完全在横盘整理，这不是很奇怪吗？大家到底还在等什么？这就带我们来到今天的核心重点了。市场真正的焦点其实从来就不是降息这个动作本身。你想想，几率都超过96%了，这件事早就被市场消化完毕。大家真正在等的是联准会主席鲍尔在降息之后的记者会上，他到底会说些什么？没错，就是鲍尔的问答环节。这才是真正会引发市场波动的重头戏，大家都在竖起耳朵听，想从他的话里找出线索。比方说，他会不会暗示年底前还有更多降息？现在的量化紧缩，也就是 QT， 什么时候会正式结束？更大胆一点想，他会不会透露任何关于未来可能重启 QE， 也就是量化宽松的讯息？他讲话的语气是偏向紧缩的鹰派，还是偏向宽松的鸽派呢？你知道吗？这些细节才是真正的不确定性所在，也是市场最关心的事。好，那在这么大的不确定性底下，像比特币这样的风险资产，到底会怎么反应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归纳出3种可能的剧本，而在这种大事件发生前夕，市场通常会走出这3种路径之一，而我们现在正好就处在最微妙的那一种情况。这3种情境是这样的：第一种是事件前拉升，也就是消息公布前，价格就先涨一波；第二种是事件前下跌，反过来价格先跌；而第3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横盘整理，市场不上不下。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如果市场事先大涨，那消息公布后利多出尽，反而容易下跌；如果事先跌了，消息一出，反而可能来个利空出尽的大反弹。但最麻烦的就是现在这种横盘整理啊，这通常意味着所有能量都积蓄着，等着在决策公布的当天来一场剧烈的多空交战。你就知道这种盘整对交易人来说有多煎熬。它就像一个地雷区，你看这个数据就知道，在过去1个礼拜，比特币的价格几乎没什么动，但居然有超过10亿美金的杠杆部位就这样被来回洗刷，强制平仓了，真的很可怕。所以面对这种难以预测的盘势，很多时候最好的策略就是什么都不做。没错，保持耐心，在场边观望，可能才是现在最聪明的做法。好，不过如果我们暂时把视线从眼前这种短期的市场纷扰移开，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讯号正在悄悄浮现而这个讯号就来自黄金。你看，就在加密货币市场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黄金已经率先表态了。它的价格最近刚突破了每盎司3700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它可能为比特币接下来的走势提供了一张潜在的路线图。怎么说呢？因为分析过去几次的市场周期，会发现一个很一致的模式，通常是这样：第一步，黄金价格先冲到一个高峰，然后大概过个2到3个月，比特币就会开始发动一波追赶式的上涨，这中间有个时间差。所以这就点出了一个关键，如果这个历史的关联性这次也一样有效的话，那黄金在9月创下的这个历史新高，可能就预示着
比特币在今年第四季，特别是11月或12月，有机会迎来一波非常强劲的走势。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联准会的政策啊，还有历史周期这些宏观因素之外，其实还有2股更深层的力量正在台面下悄悄地改变整个游戏规则。这2股力量都跟机构采用有关，而且它们发展的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第一股力量就是这个比特币法案的进展。这个法案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美国政府的计划，打算在5年内用不花到纳税人钱的方式收购100万枚比特币。这听起来很惊人，对吧？而且它不只是个想法而已哦。最近白宫就邀请了18位加密货币领域的专家来讨论要怎么执行。你看这名单，有 MicroStrategy 的 Michael Saylor、Fundstrat 的 Tom Lee， 还有 Marathon 跟可能来自 Cardano 的代表，这都是业界的重量级人物。如果你还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 Michael Saylor 本人就在 Twitter 上发了这句话，他说，当你受邀跟白宫讨论数位资产时，记得要带上你的橘色领带。橘色大家都知道就是比特币的代表色，所以这就证实了这种最高层级的讨论是真的正在发生。那么第二股力量就是其他加密资产，也正以飞快的速度被各大企业当作公司储备资产。我们以 Solana 为例，你看这个图表，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企业持有的 Solana 就已经占到了它总供应量的 3%， 价值超过40亿美金，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个趋势当然也引发了一个很重要的辩论，那就是大规模的机构进场持有，对一个公有的区块链来说，真的完全是好事吗？当然，这会推高价格，但从长远来看，当一个原本是为了实用性、为了去中心化而设计的资产，却被大量集中在少数企业的金库里，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这一切其实又把我们带回了最一开始谈到的降息压力。这背后其实牵涉到一个更敏感的议题，那就是央行的独立性。你看，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政治气氛很紧张的背景之下。总统的目标通常是希望透过降息来刺激经济，这对他的政治声望有帮助。但联准会的目标却是要维持长期的经济稳定，控制通膨，理论上不该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这种独立性一直是美国经济的基石，但现在它正受到挑战。所以，随着第四季越来越近，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你认为接下来市场最大的变数会是什么？是联总会主席鲍威尔的几句话，还是我们看到的黄金带动比特币的历史周期重演？又或者是台面下这些机构采用正与我们看不见的速度在推进？这几个因素，哪一个才是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呢？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